好，那么最近几年呢，税都超收啊，那已经连4年，已经超收了，加起来有1兆8700亿，去年有5200亿啊，还是非常多的哈。那所以国民党就出个主意，就是说每个人发1万啦，说去年吧才超收3000万，你每个人都发了6000呢，那现在你超收了5200万哦，因为去年选举你就发对不对？现在没有选举不发对不对？发1万，每个发1万，每个发月也没多少钱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够的啊，你这5200也是够的啊。我会说你不发也是浪费，把这钱拿去养网军呢啊。赖世宝说，我们4月底以前完成法制化的修法，写清楚在立法，然后让你们发。那吴思瑶就是这是不顾国家财政，太过民粹哦。现在都是民进党讲哦，太民粹哦。那徐志杰说，增加的税应该去补那个被砍掉的预算呢、你就算补砍掉税，你还是要编预算呐、你不是那个钱不是乱用的、砍掉的预算也是给国家，砍掉预算不是给这个国民党啊，给民众党、砍掉是属于你国家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编预算出来，不是这5200就可以来补预算了。我们看一下，税收创新高，全民普发现金1万元。召开记者会，蓝营喊出，这是国民党这个会期重大的民生相关提案之一。赖清德总统兑现你在国庆跟元旦的宣誓，不要只是让人民受涨价之苦。搬出过去几年的数字，国民党立委说，2020和2021年配合新冠疫情，都曾发放3倍券和5倍券。2022年税收超征5237亿元，隔年普发6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既然过去2年都超征，例如2024年来到5283亿，呼吁执政政府要还钱于民。所以，我们普发现金，如果1人1万元的话，也不过是普发现金2300亿元，事实上不足税收超征的1半。至于税收可能被规划拿去还债，这对蓝营喊出要把现金还给人民，绿营立委这样看：过去普发现金，在野党说大傻逼，民进党怎么做，国民党都有意见。这次总预算被大砍，我认为超征部分应该填补这次被砍掉的重要预算。截稿前，行政院还没回复，蓝营喊出应该要全民共享，就看绿营接不接球。赖友宜，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是要先厘清这一次超征5000亿税收的原因大概在哪里。我记得2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也超征了大概5-6千亿。那当时很大原因是因为前一年当时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把预算可能会征收的收入税收是非常低估的。那等到隔年，因为整个景气有恢复，所以其实是一个正常发挥，当时是一个正常发挥，但是前期是低估的，所以才会有这个超征税收。那这一次，我觉得今年应该也要我们要来厘清，政府应该要告诉人民百姓，到底是呢前一年低估了，还是我们过去2024年的这个经济是发挥是超过预期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关于这个如果超征税收，我们厘清它的原因之后，如果要普发现金，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那这边的话，民众党其实过去在2年前的这个超征之后普发，我们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一些更多元的方案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沟通。像是因为自从这个蔡英文政府到赖清德政府这个上任以来，过去这个10多年来，台湾的债务漏洞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所以其实部分的这些超征的税收，除了普发现金之外，我们也可以考虑去做这个债务漏洞的这个把它补起来。那当然还有我们现在健保的问题、劳保的问题。财务上有非常大的问题，其实赖政府上任以来从来没有讲清楚要怎么去解决它。那这个超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做这个补破网的动作，或者说在地方政府、地方建设上面，我们去做指定用途的对地方好的建设或地方好的福利，这个都是可以在野党团或甚至朝野都可以一起来做讨论的。来夏立委。我个人是还蛮支持将这个超征的税收能够还钱于民、还税于民啊。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这几年来连续4年，从2021年到2024年到就去年每一年都超收平均都这个增加都超收4-5千亿啊。对，去年的话就超收了5000多亿啊。那么超收这么多的钱呢，这么多的税金，这当然啦，回过头来讲，就是行政院应该去检讨，
我们的税制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年年都超收？如果说不应该超收这么多的话，我们其实是不是有些方案就是可以让人民就是少缴点税？这也是一个方式。那么既然现在已经超收了这么多的税金，而我们现在看到赖政府其实并没有把钱用在刀口上，他还是编列了很多不应该编列的经费预算。除了像什么军购之外了，做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建设，然后媒体的宣传费也是编列的非常多钱，诸如此类的。那么，与其让他们去乱花钱，不如把这些超征的税收的钱呢还钱于民。我认为说，其实普发1万也不过就是大概2300亿左右的这个金额，但是呢，这个其实对于现在的弱势家庭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说弱势家庭今天这个一个家里面是4个人的话，那至少他就有4万块可以用。我们现在台湾是万物皆涨。通膨，然后所有的民生用品啊，物资全部都大幅的提高，所以呢，我是非常支持，就是我们现在国民党这里提出的还税于民，将超征的金额然后还出来。更何况我们就算是普发12300亿，基本上还有剩下的钱啊，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对剩下的钱全部都普发啊，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对于在野党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嘉宇，普发当然是大家都开心，问题是如果这个钱能够做更多、更有效益，1块钱当10块钱用，那就是更好了。所以我觉得政府绝对要有这个智慧，怎么来去规划这些年年所超出预期的这些税收。那我觉得有效的规划可以帮台湾做更多的事情，尤其是你说我们现在确实是左支右绌不管是台电的亏损，或者是国家所面临的这个内外交逼的很多状况，其实面临因应国际的现在新的情势，确实很多建设、很多的投资等等都需要大量的经费。那这个预算从哪里来？这个钱从哪里来？所以我觉得政府如果能够提出更有智慧的用钱的方式，民众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拿这1万块，但是这个规划跟这个方案，我觉得提早的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会更去支持政府未来对这笔税金的运用。玉康兄，我觉得每一个人还税，把这个超收的部分给1万块，我认为是应该的啦。至于弱势的家庭，所谓低收入户，我认为要多给。好，你再剩3000亿做什么呢？对不对？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我认为每一个低收入户，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给5万块钱，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需要我们照顾，而政府对他们平常照顾够不够？我坦白讲，我是有点怀疑。另外一个就是说，年年超征这么多，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研究？为什么我们的经济真的好到这样子，那你可以超征，或者是说你们在收税的这个标准的定上面不够严谨，对不对？我觉得短收跟超收，如果数额太大的时候，执政者是应该去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落差。而且超收税金这件事情，它的用途可以很多啦。之前的时候，在制定那个中央地方财政收支划分法的时候，中央政府不是一直叫没钱吗？当时国民党政府就算给这个中央政府听，就说你每年都超收哈，那你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的分配的时候，你也不过就是给地方多了3000多亿嘛哈。那现在呢，那个钱这次不就又超征了5000多亿吗？就算呢是发了1人1万，他还是剩下3000多亿，所以他也未必呢是要如同财政部长、主计长他们讲的说拿来还债，它的用途有很多。然后就民众来讲的话呢，其实大家是真的都会发钱，没有人不开心的啦哈。更何况呢，就是我们过去呢这1年来，赚到钱的是什么人？就是股票族赚的很多，可是很多那个老老实实呢就没有再去做投资的这些人，拿一些很微薄的薪水的民众，其实并没有分享到股市的这样的利润哈。那政府竟然超征了这个税收的话，拿来跟全民来共享，我觉得是很合理的。而且从蓝营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现在呢面临的一个大罢免潮，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会让民众有感的。是，续下再回来。你知道我
好，赖清德在民进党中常会呢说要播这个威廉神预言，就是他选举的时候骂国民党亲中的啦。好，这个很奇怪。你一方面呢找伍院院长来，又请韩国瑜呢要解决预算的问题，然后呢又说要和然后呢希望这个什么五子并拢啊等等，然后一方面呢又骂国民党是亲中现在反正只要说认为两岸不应该打仗的，应该和平的，就叫亲中。那现在变成台湾呢，每个人都要这个呲牙咧嘴，都要喊打喊杀，那才叫做勇敢的台湾人嘛？好吧，这个所以他们认为说呢，批国民党是为了大罢免来加温了那另外呢，这个中研院士陈培哲就说，他说因为赖清德治国无方嘛，你根本不会治国，所以只好呢靠大罢免来刷你的存在感嘛。所以他认为大罢免是不可能停下来的，你韩国瑜叫什么停下来，怎么可能停下来呢？他也没什么正事可以做啊，他做了什么正事呢？所以呢，就罢免你们吧，治国无方那的确而且呢，他不只是治国方，他把什么贪腐什么都遮蔽了。因为以前国民党不是要查什么口罩啊、什么疫苗啊、什么鸡蛋啊、光电的弊案吗？最近有听到要查吗？没有了，光应付那个罢免就已经应付得头昏脑胀了。每个人都人人自危啊，都要回选区去顾票啊。你不能不回选区啊！人家罢免你说我还是这个好整以暇不可能嘛。所以呢，通通什么立法院该做的事都没做啊。然后好不容易省一个预算3%多，除了台电那个以外，被骂了个臭头真的是我觉得你这正事不做嘛。照理讲，赖清德应该重视说，我为了我这个任期4年，我做了哪些事情，将来可以拿出来，觉得说我很骄傲，这些是我为台湾做的。你看。已经过了快1年了，你说做了什么呢？就个大罢免那么选罢法他们又拿来复议不是国民党，这中央政府成立到现在几十年103年嘛整个复议的也没有10几次了那政府到台湾来也复议没几次了，卓荣泰就3次了，而且将来还有，他才上来多久啊？就已经复议3次了。而且3次都被失败，他一定失败嘛？这立法院这种结构，你复议怎么会成功呢？但他非要走然后将来这样柯建铭我们就给你搞什么暂时处分啦、释宪就搞这个东西那所以呢，现在说新法公布前送出罢免案还适用旧法，所以他们为什么之前那么踊跃的这个送，就是还是用旧法，身份证呢反正也可以不必付，名单呢随便抄那国民党有可能打到自己，就是说民进党已经是送出来了嘛，这是用旧法。那将来如果公布是用新法，那因为国民党动作比较后面，国民党是被动的嘛，因为民进党现在主动先罢免，国民党说我要一战只要反罢免，那你是被动，所以那个动作比较慢，所以没有可能将来国民党就要适用新法，民进党就适用旧法黄国昌说有民众党认为2个人非罢不可，一个叫做吴思瑶，每天那边造谣在立法院。另外钟嘉宾然后呢，经常呢这个打群架的时候呢，好像这个女性就有抱怨好，那近新闻有一个民调了就说呢赞不赞成大罢免，赞成的46.4%，不赞成的40.5%，几乎一样几乎一样。其实你罢免只要25%就够了，根本不要46%。那另外呢？你第一阶段联署，因为现在不是都送出第一阶段联署吗？国民党被罢了30几个，民进党罢了可能是10几个。第一阶段联署我一看了之后，我这个民调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第一阶段说我有趣的24.3%，你知道24.3%是多少人吗？500万人。因为台湾的选民将近2000万，2000就是480万，连48万也没有啊。现在第一阶段这都3000、4000嘛，4000、5000，怎么加起来也没有48万了？你现在一共加起来不过联署的40几个人嘛，一人有1万哪有那么多所以呢，反正就是一个就是乱做民调，一个就是说好，他很认真的做，没有乱做，街道人给你乱说，我第一阶段我有去，将来罢免不去，我会去。我光看他这个第一阶段的联署说24.3%有参与，就这2%都没有，2.4%都没有，不是24%，真的是你从这个民调就看出来。所以民调很多时候你要看数字。另外呢，他说民进党支持都很认真那将来呢73.8%的选民会去，
选立委都没有73.88%的投票率啊！如果不是跟总统一起选的话，立委大概只有60几%投票率然后呢，这个说73%会去罢免我才不相信的哈。那另外呢，就是呢，说民进党都很热心，90几%的绿营支持说我要去投票。那说民众党呢，这个60几%，国民党只有50几%。当然，国民党要警惕，就是你的选民可能觉得说，哎呀，我不去就是支持你，我不支持罢免，说我不去，不去是就再见了，不去就完蛋。但是他这个民调并没有说到底多少人说我是支持绿营的，这很重要如果我现在有40%支持绿营，那绿营的人90%要去投票，那就49-36，这个会过。假如绿营只有30%。然后呢，说支持的98、93、27刚好在 margin 在边缘上，所以到底多少支持蓝的，多少支持绿的，多少支持白的，然后他有多少要去投，我看不到这个数字。所以民调就是你几个重要的数字要看清楚了哈。那国民党是说呢，全台湾会花掉12亿那民进党不在乎嘛？他都超收5200亿，在乎你这12亿吗？那下个会期就变成罢免会期，所以民生法案呢也就。中南部的这个立委他要回去了，他哪里锁在立法院给你呢？所以立法院这可能是民进党的策略第一个就是让你不要去管那个什么弊端也没兴趣搞那个东西了。第二个，也不要跟我讨论什么东西，你们都回选区去固守你们的选区吧。我们看一下。传出赖总统在中常会上播放网友剪辑的威廉神预言，批评国民党的影片。国民党所提名的区域的立委候选人，充斥着有性骚扰被判刑确定，有被控窃占国土，有被控诈领健保会，还有炒股入狱，这些人就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仍然紧抱着牛鬼蛇神。民进党内都感受到他对罢免的态度逐渐强硬，让韩院长喊的反恶霸似乎难以实现。看昨天韩国瑜还在骗。精准一点，叫我们不要反罢免，因为你罢免我们自卫反罢免。不是我们，是台湾人民。来，这个博弈，先讲赖清德总统吧。赖清德总统去年8月的时候，还记得他出席这个将官的进任典礼时因为将官没有起立喊口号，所以传出赖清德震怒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还认为赖清德就是耍官威、自傲而已就现在我发现他不止自傲，他还自恋居然在中常会播放他自己的影片给大家看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要求与会人员还要写心得报告不晓得他对他的影片评论如何，我真的不知道。莫名其妙，一个这么重要的中常会开会，你放你自己讲的影片截录下来，而且还是民间做的，不是你自己做的。我不晓得他对于他自己是有多么的喜欢但是我觉得真正讽刺而且恶心的是，这个影片威廉神预言是赖清德去年在政见发表会的发言，内容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批评国民党亲中，第二个是国民党是台湾的祸害，第三个国民党造成了国家认同的分裂等言论所有的影片内容都是在骂蓝营，批评蓝营非常不友善。而且赖清德是在2月5号民进党的中常会上要求播放该段影片。2月5号大家记得了，但不要忘记了，农历年前赖清德好像还邀请韩国瑜喝那个和解咖啡吧？说什么？说没有什么仇恨放不下，没有什么不快过不去，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是团结。然后2月7号，赖清德又邀5院院长查叙说家和万事兴，希望国家能够朝野和谐、社会团结。表示赖清德表面上说的话都非常好听但私底下全部都是在表达厌恶在野党、抹黑丑化国民党的态度这种总统这种态度，真让我觉得非常失望所以我真的呼吁，就是蓝营所有立法委员，真的也包括支持者、也民众，不要再去管民进党讲什么话，也不要再去管赖清德好像释放出什么善意就是把自己准备好。因为绿营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推动大罢免，这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再来，我一定要谴责一下中选会，我觉得非常离谱到夸张大家都知道，选罢法明定，公职人员就职未满1年者不得罢免，我想大家都知道嘛。所以为什么在年后的2月3号，明明2月1号才正式开始罢免，2月3号一堆民团就把罢免蓝营的立法委员的联署书统统送进去？大家认为有问题、有争议，一定是偷跑联署。结果中选会竟然出来护航他说所谓的不得罢免指的是什么？是不得提出罢免案然后联署罢免的活动只是认同罢免所进行的提议活动，是言论自由的体现，所以没有关系，合法。这种鬼扯都讲得出来他送进去联署书都已经签名联署了，你就跟我说他不是只是言论自由的体现？
你说从中央，从应该号称为独立机关的中选会都能够偏颇到这么严重，你说接下来绿营还会对罢免案有什么善意吗？我觉得大家不要去妄想了。所有蓝营的支持者，包括中间选民，就是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票，因为这个才是真的能够体现民主的真谛，而且给执政党一个教训。还有一。我觉得这段时间看到这个卓荣泰和赖清德处理这些事情，真的觉得是太夸张了。第一个，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发现，民进党政府不是一个会治国的政府，他没有治国之道，他只会走旁门左道。你该做的事情、该解决的问题，从来没有提出一个好的方案。但是呢，就是一直用选举罢免的手段，想要去制造社会冲突，想要去拉下你不同意你的，或者是不支持你的，或者是反对你、监督你的在野党。他一贯的手法并不是用一个治国的方式、管理的方式，让台湾好好的进步。我们看卓荣泰这个行政院长上任以来，大家听到他永远讲的是什么？释宪，复议，释宪。请问还要这个行政院长干什么？那赖清德呢？他这一次的这个院际协商，各位知道，院际协商其实是把五院彼此之间，如果是权限上面、程序上面彼此有一些沟通不良，或者是这个程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好好坐下来，大家来沟通协商，需有一个平台。但是台湾现在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院际的权限的问题，它最大的问题是朝野的对立，朝野对立是谁造成的？今年1月4号的时候，柯建铭民进党党团的总召喊出了大罢免。从去年开始，我们在野党在立院提的这些所谓的国会改革也好、财政收支划分法也好、选罢法这些，都是希望能够福国利民。但是只要不合你民进党的意，就是什么？就要被打成你是中共同路人，就要被打成你是这个不适任的，应该要罢免的。所以真正的大家看到整个社会乱源来自谁？其实是民进党自己。那赖清德一直在说什么因什么菩萨为因，然后众生为果，请你看清楚因在哪里，因就在你们自家。而且赖清德，我不知道你是管不好柯建铭还是怎样。为什么大家希望你解决朝野对立的问题的时候，上次韩国瑜去跟你喝和解咖啡，你就跟韩国瑜院长说，哦，你自己去找柯建铭多喝咖啡。所以是你赖清德管不了柯建铭吗？还是其实这是你受益的？你们在玩两面手法，柯建铭扮黑脸，赖清德扮白脸，但实际上你就是希望让台湾朝野对立、社会纷乱。这样子的内忧，其实刚刚前面所讲的，台湾目前面临很多的外患，像是美国在这边在两岸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之下，其实对台湾的整个政局稳定、整个和平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赖清德和卓荣泰，你们就是还有柯建铭，你们就是这些社会乱源的因。而且这个赖清德很恐怖，他在中常会里面呢放他自己过去的那一段谈话，然后要这个全体的中常委重温那段谈话，他在把他自己神格化，而有威权化和独裁化倾向的危险性，他最终呢就会变成是民主的笑话。这样的行径很恐怖，他陶醉在自己曾经的言论里面和那个声音里面，觉得自己是无上的，讲什么东西是对的。这个网民呢，这边就是说你是神，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神啊？我觉得那种心态呢，非常的令人恐惧啊！就是一个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总统，却有可能独裁化和威权化的可能性。有多少个领袖有那种什么什么语录，都是独裁国家啊，毛语录哈。然后呢，蒋介石呢，在威权时代的时候呢，大家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应该都有读过那个先总统蒋公家言录嘛哈。没有吗？我在国中的时候，我现在想想，就说那个一定非常的讨人厌。我在国中的时候呢，每个礼拜1次吧，还2次，就是朝会的时候，我要到司令台上面去朗读先总统蒋公家言录，什么就精神教育啊，金华国中，不要随便铺。金华国中哈，对，金华国中哈，就是说。他的那样子的以自己的曾经的这个言论要作为党的所有的从政同志的方向，甚至于要给全国民众一种引导性。他跟大陆呢现在在学这个习近平思想有什么差异？而且呢，他消遣
他消费蒋经国，误读蒋经国的讲法。蒋经国当时说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他最重要的是要去反驳大陆呢提出来的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解决台湾问题，要去突破哈，就是国际上面呢都认为中国呢拥有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合法性，所以他才会强调说，世界上面呢，现在两岸之间的问题呢，不是存在于台湾，而是存在于中国。中国大陆的制度呢，不为民众所喜，而且同时是对于世界来讲都是莫大的一个威胁。蒋经国十足十的，他们家的父子当然是统派啊。他们的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没有一个分离意识存在。所以他要拿这个来去说这个现在呢，希望跟大陆方面呢寻求和解和平的国民党是这边亲中卖台，我觉得这个帽子扣太大了，而且是错误的再去解读蒋经国，在消费蒋经国。除了这个以外现在的中国大陆跟以前也不一样。现在中国大陆跟蒋介石后跟蒋经国怎么一样呢？假如现在中国大陆还跟蒋介石、蒋经国一样，我一点也不怕。我们台湾的外汇存底也比他多，那个时候台湾多有钱啊，大陆多1穷2白啊，对不对？我们的国防军力也不会输你，所以那个时候要制空制海反登陆，根本打不上来。现在他已经不是这个吴下阿蒙了，已经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非昔比了。你还拿那个时候来跟这个时候讲，你现在这个两岸和平最重要吧？不要去搞像以前蒋介石还天天反攻大陆，那你现在要反攻大陆吗？真的要用武力打他吗？反攻救国军要登陆吗？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时过境迁，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来扯这个没有意义嘛？好吧？那我觉得国民党要注意一点了，这边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呢，如果罢免当时呢是用旧法的，他现在就说民进党这些罢免都旧法嘛，将来第二阶段他的联署，将来第二阶段联署投开票都用旧法，不是说以后就用新法了。那你们现在用新法的，以后呢联署投开票都要用新法，所以呢，除了第一阶段很少嘛，1%嘛，第二阶段10%就比较多啦。他还可以身份证来乱抄一通，你们就不行了。休息一下再回来。